大家好，这里是简单生活。这次我们要来拜访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这里汇集了所有美丽自然景观于一身，那就是黄石国家公园。有人说这里是上帝的调色盘，它最棒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等一下转个弯会有什么样的风景等着你。我们现在就一起来黄石公园走一走。我们这次从桃园机场出发到旧金山机场，然后再转机到波斯曼机场租车，从黄石公园的北口进入，畅游黄石跟大提顿后，由盐湖城机场离开。第一天的行程是从台湾抵达旧金山机场后，转机到波斯曼机场租车，先到附近 Walmart 超市采购。从黄石公园北口进入附近的猛犸温泉区，再到 Keon Lodge check in。一下飞机就被波斯曼机场的景观吓到，整个木造建筑很有味道，窗外是陡峭的落基山脉它目前呢是我心中第一名漂亮的机场。然后租好车，先到 Walmart 超市加油跟采购。因为国家公园内食物不多又比较贵所以呢先在 Walmart 采购往后几天会用到的东西，包括水、饮料、零食、水果跟面包等等。出发后大约1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抵达黄石公园北边的入口 Mammoth 温泉区就在北口附近。下车后马上可以看到在步道旁边的 Liberty Cap，因为它的形状很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象征自由所戴的帽子，所以叫它自由帽。猛犸温泉区漂亮的是它的石灰梯田景观，黄的、白的、橘的、灰的，漂亮的石灰岩地形就呈现在眼前。然后步道总长大概3公里，爬高约90公尺，轻松走的话大概1到1个半小时。黄石国家公园大致分为5个区，西北的猛犸温泉区以石灰石台阶景观为主，东北的罗斯福区是古老的西部景观，中间的峡谷区是黄石大峡谷及瀑布，东南则是湖光山色的黄石湖区，西及西南为间歇喷泉区。每个区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景点，景色都很不相同，但是都美得不得了。刚刚车子停在这里，然后沿路这样走过来，现在在这里，等一下爬到这边就是制高点。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国家公园内很多区域手机讯号跟网络讯号都很弱，有些地方甚至没有讯号，所以呢事先要先下载好离线地图，然后在租车时最好选配卫星导航，至少降低迷路的机会。这里有好多可爱的大小动物，因为录不到它小只。好吃吗？在这里完全没有天敌。有没有很美味？好吃哦。太小了。它被你吓到了。拜拜。拜拜。接下来到隔壁的 Terrace Grill 吃晚餐。美国餐厅食物的价格大概是台湾的3倍，简单来说10美元的东西大概在台湾是100块台币的内容，消费真的不便宜如果有机会到 Walmart 这种大型超市，他们人工少所以东西便宜很多，尤其是水果农产品有很多都比台湾还便宜，新鲜又好吃可以多买一些放在旅馆，然后每天路上带着吃。吃完这里的汉堡，麦当劳的汉堡真的太好吃了。吃完晚餐就到隔壁的卖店逛逛，有帽子T 恤外套、杯子、贴纸、各种纪念品，也有零食、饮料、防晒乳跟防蚊液等等。
但是没有卖室内拖鞋哦，记得要自己带来，或者是飞机上的拿下来穿。它还要卖露营用的那个雨伞。Okay, we got a few minutes. 接下来就到未来蓝配的家 Canyon Lodge check in 了。在路边就看到一只很大的 bison 哦，不过还是不要离它太近哦，因为 bison 抓狂起来还是很有攻击性的。我们今天住的是 Canyon Lodge 里面好多栋小木屋，这一栋是 Cascade Lodge。开箱今晚的住宿小木屋，房间内有2张 Queen Size 的双人床，没有提供任何的备品哦，它也不提供整理房间的服务哦。不过还好，房间里面有 WiFi 讯号，开心开心。第二天要来逛黄石公园中间的峡谷区跟西边的间歇泉区。从 Canyon Lodge 出发到下瀑布瞭望点，往东到 Inspiration Point 启发点，然后再回到 Canyon Lodge 吃午餐，下午再到上瀑布跟艺术家点，接着前往东南的海登谷、泥火山区，最后再到西区的 Norris Geyser Basin 以及艺术家彩盆馆，晚上再回到 Canyon Lodge 住宿吃晚餐。今天上午来到黄石公园中间的峡谷区，在这里可以同时观赏壮观的峡谷风光跟美得要命的峡谷瀑布。因为河水长期冲刷，于是形成了黄白红绿棕紫色彩缤纷的峡谷山壁。后来印第安人就把它称为黄石。第一个景点是下瀑布观景台，观景台位于步道的终点，它在瀑布的正上方。那下瀑布是黄石国家公园中落差最大的瀑布，从停车场到瀑布大约是 1.2 公里的路程，下去很 OK 哦，但上来大概要爬40层楼高哦，喘得要命。不过当你看到下瀑布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喘一下也还好。从 Lookout Point 可以观赏下瀑布的全景，但因为有树丛阻挡了，需要稍微移动才能找到比较好的拍照点。Inspiration Point 是黄石大峡谷以及黄石河非常好的观景点哦，有中、低、西3个观景点，从停车场走到各个观景点还算轻松哦。第二个点是 West Overlook， 也是比较平的。这里国家公园内只有旅馆区有餐厅，所以我们回 Canyon Lodge 吃午餐。不过午餐其实也可以带个 Walmart 买的食物水果，或者是早餐的时候多买一些外带在路上吃，这样如果你有赶路的话可以节省一些时间。然后餐台跟架上自取的食物点心呢，都是统一在柜台结账。这个是 Chicken Tender， 还有 Pepperoni 通心粉，就是汉堡，牛小排汉堡，3杯饮料，这样总共要58块，还是有点贵。下午来看上瀑布，它真的很像拍仙侠剧会出现的瀑布。上瀑布有33公尺高，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上瀑布的全貌，远远的也可以看到上瀑布源头的观景台。这上去就是 Grand Canyon 的最佳拍照景点，超美的，转一下镜头。这里是本区最热门的景点哦，也是下瀑布的最佳观景点。在这里可以欣赏到高层瀑布跟低层瀑布交错的景象，
也可以看到由清澈的天空啊、蓝绿色的河水、白色的瀑布跟黄褐色的峡壁所构成的大自然的绝美风景。黄石大峡谷的峭壁呢，它是用黄色打底，然后呢再点缀上黄、白、红、绿、棕、紫各种颜色哦。那再加上高悬的瀑布哦，以及蜿蜒湍急的河流，构成一幅美丽多彩的自然画作。难怪这里被称为艺术家景点。接下来离开峡谷区往南走，来到 Hayden Valley 海登山谷。Valley 指的就是森林前面有河流经过的一大片草原。那海登山谷是美洲野牛、熊、狼、鹿还有鸟类的栖息地。清晨跟黄昏的时候是动物们觅食的时间哦，这时候最容易近距离的看到它们。这次刚好有遇到黑熊妈妈带着宝宝过马路哦，不过它们动作超快的，一溜烟就不见了。所以经过这里，记得相机要随时准备着。还有国家公园内是没有路灯的哦，所以建议天黑以后就不要开车，不然很容易撞到动物。那只它都不怕，它不怕掉下去，它很靠近它。接下来往南来到泥火山区，火山区内的泥浆泉跟喷气孔是这里的特色。首先遇到的泥火山是本区最有名的景点，它在1872年有喷发过。Mount Geyser 之前有喷发高达17公尺高，但到20世纪就没有再喷发过。我发现超多白层都喜欢待在那个火山泥浆的旁边呢，温泉泥浆的旁边。真的这里哦，你手机拿起来随便拍，每一张都是超级的大美景，而且好大好大白层。其实还是太远了，大家合照很可以。它离我好近哦，我觉得他们好幸福哦，坐在这边，不会有人去打扰他们。接下来我们来到黄石的西区的诺里斯博物馆，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博物馆哦，但是它是一个国家历史地标，因为它独特的石头及木头构造已经成为美国各公园建筑的样板。甚至创造出一个名词 architecture 公园建筑来称呼它。诺里斯间歇泉盆地是黄石公园里面最老、最热，也是最不稳定的间歇泉区。这里树木很少，视野开阔，很像是一个调色盘。五颜六色的地貌，再加上声音、气味以及地热的温度，跟峡谷瀑布带来的是不一样的美感，一定要来看看。入口旋转间歇喷泉这里哦，各种不同的生物会挑选适合自己的环境温度来居住。不同温度有不同的颜色，50度 C 以下是绿色，50度 C 以上则是红色。往南走会到艺术家彩盆，从停车场爬阶梯往上走，从上面可以俯瞰整个盆地，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就好像艺术家手中的一个缤纷的调色盘。本来当天走得好累，想要放弃来这里，结果上来一看到
后还好有来。另外哦，如果很怕蚊子的哦，记得一定要带防蚊液，有些景点蚊子还蛮多的。接下来开车回 Kenyon Lodge 吃晚餐喽，又有 WiFi 可以用了。烤鸡、牛排、烤的鲫鱼，加3杯饮料。今天晚餐比较贵哦，80块左右。吃完晚餐哦，可以到隔壁卖店逛逛。虽然整个国家公园卖店的东西大致差不多，但是每家店还是会有少许的独家商品，喜欢的还是可以先给它买起来。第3天的行程是到罗斯福区骑马 Roosevelt Lodge 吃午餐，幻影冰川、黄石河钓鱼桥、钓鱼桥游客中心，再到 Grand Village 住宿跟吃晚餐。出发前先来 Kenyon Lodge 吃早餐，可以先到自助餐柜台排队点餐，然后旁边也有 Grab and Go 可以外带点心或是午餐，全部点好选好后再到柜台结账。像我要来罗斯福区骑马，建议大家要来国家公园前要先下载美国国家公园的 App， 因为不管是住宿地图、喷泉时程以及行程都可以从 App 预定。先来这边报道。行前教练会进行指令教学，大家各自操控自己的马儿哦。行进中呢，不能使用手机跟相机。2个小时的骑马行程，跟着4个牛仔领队走进空气清新、色彩鲜绿的森林当中。这次还看到2只棕熊在山野间觅食，整个就是西部电影的场景。一路跋山涉水，真的又刺激又好玩，建议大家一定要来体验看看。第一次就是我们在骑马，然后旁边的车要停下来。午餐来隔壁的 Roosevelt Lodge 吃，因为没有预定哦，所以等了1个小时才有位置了。餐点感觉比 Kenyon Lodge 好吃，但是价格也是比较贵哦。在这里有第2次吃到 Bison 汉堡，肉质偏干柴哦，比较扎实，相对的也少了一些油脂哦，更健康。第2次总算懂吃它的味道了，也算还蛮不错的体验。接下来往南来到幻影冰川的遗址，现在遗留下来的只有冰川切割山脉后留下来的池塘、丘陵、平原、巨石以及美丽的风景。再过去还有 Yellowstone River， 好漂亮哦！山很漂亮。通过钓鱼桥后就是游客中心及博物馆。钓鱼桥博物馆于1931年完工，这座古老的建筑跟诺里斯博物馆一样，由独特的石头跟原木所构成，被称为 Parkitecture。博物馆内介绍了黄石湖的生态，特别是鸟类的介绍。1987年，这个建筑被宣布为国家历史地标。馆内也有书店可以购买书籍、纪念品。然后博物馆的后面就是美丽的黄石湖哦。黄石湖海拔2357公尺哦，是北美最大的高海拔湖泊。湖泊的面积有342平方公里哦，大概是台北的1.3倍大。黄石湖每年冬天呢都会完全结冰，在初夏开始解冻，很多内行人都会来这里野餐玩水，享受悠闲的湖边时光。接下来2天的家是黄石公园东南端的 Grand Village。旅馆大厅只有 check-in 的柜台，还有小卖店跟饮料零食的贩卖机。然后整个旅馆呢，就只有大厅提供微弱的 WiFi。晚上到 Grand Village 的 Lake House 吃晚餐，餐厅就在黄石湖边，风景很美，菜也很好吃，不过价格比较贵。
3个人点了巧达汤、炸鱼薯条、凯撒沙拉、汉堡跟蟹肉堡，不含小费就88美金。点完餐后，记得趁着时间的空档，走到餐厅露台上欣赏美丽的黄石湖，美景无价。吃完饭要回房间休息了。我们住的这一栋是 Elk Lodge， 房间不算小，但是它的双人床只有4尺宽，2个大人睡真的蛮挤的。建议大家要早点订住宿哦，才能选到合适的饭店。今天的行程有老中石间歇喷泉区、Old Faithful Inn 吃午餐、大陵径温泉区、西拇指间歇喷泉区，最后回到 Grand Village 吃晚餐。那先来 Grand Village Lake House 吃早餐，早餐是自助式哦，餐点有炒蛋、培根、美式香肠、比斯吉、法国吐司、牛奶、脆片、水果沙拉、甜面包等等。饮料有冰热咖啡、热巧克力、热红茶，是标准的美式早餐。自助式的价格在美国要比单点的便宜很多。上午来到西南区的上间歇泉盆地，这区集合了包含老中石等许多个知名的间歇喷泉。那游客中心提供其中的5个喷泉的预测喷发时间给游客参考。观赏老中石间歇喷泉是黄石国家公园的传统。那老中石区呢，包含了旅馆跟许多周围的建筑，在1982年被列入了国家历史名胜纪录。上间歇泉盆地是黄石公园的一大亮点，整个盆地走完至少要3-4个小时哦。那因为老中石喷发的时间比较容易预测，建议可以参考当日其他喷泉的预测喷发时间，弹性安排其他景点的参观。这么多人在排队的就是 Grand Geyser， 它今天喷发的时间是12点15分，正负1个小时。今天来到老中石，喷发的时间是12点。这个最著名的老中石是黄石公园内第一个被命名的间歇泉。因为每隔30到90分钟就会喷发一次，从不间断，因此被称为老中石。接下来走到旁边的老中石旅馆吃午餐。老中石旅馆是一栋120年的建筑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木结构建筑，已经列入国家历史地标。目前也是国家公园内最热门的旅馆。因为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老中石喷泉。餐厅分 buffet 区跟单点区，这家餐厅的环境跟服务都还不错。吃饱饭来黄石公园最大的老中石游客中心跟商店区逛逛。除了商店以外呢，还有餐厅跟甜品店。然后商店卖的东西五花八门，从衣服、帽子、各种纪念品到零食、饮料、酒水农产品，甚至还有冰桶、枕头、毛毯，应有尽有。在黄石公寓里想要采购补货，或是买各种纪念品小礼物，来这里就对了。接下来前往大陵径温泉所在地，中途间歇泉盆地，再开车到停车场，走上去大陵径的展望台。进入中途间歇泉盆地前，会先经过活动河。那因为盆地内排出的蒸汽热泉流入到河里面所以让河流看起来就像着火一样冒烟，因此称为 Firehole River。木桥、树林、河流、绿褐色草地，跟着冒烟的盆地，让这里看起来真的好美。那依
这里有黄石公园最大的2个泉，金镜间歇喷泉以及大林镜温泉。金镜间歇泉其实是一个火山口，现在它是休眠的间歇喷泉了。火山口的高温沸水呢，形成细致的蒸汽，再加上松绿跟湛蓝色的泉水，就形成了人间仙境般的美景。大林镜是黄石公园内最大也最漂亮的温泉，它坐落在一个大土丘上，温泉由内向外呈现出蓝、绿、黄、橙、橘、红等不同的颜色，根本就是陆地上的彩虹。来到这里哦，人生的幸福指数又破表了。如果想俯瞰大林镜的全景，可以走登山步道到山腰的观景台，开几分钟车后就可以抵达大林镜观景步道入口。爬上来了，要去看大林镜的景观，超级喘。回到停车场时，就看到距离超近的一群白神正在悠闲地吃草。西拇指间歇泉盆地位于黄石公园最南端的黄石湖的西侧。后来有探险队发现黄石湖的形状很像展开来的手掌，然后西侧的湖湾则代表着大拇指，所以有了西拇指的称号。相对于其他区域西拇指盆地显得非常的安静跟清新，游客也比较少。来这里呢，你可以静静的欣赏风景，跟思考人生。Down on my luck with a little loose change, but it's hardly enough to put food on the plate. But that all melts away when I'm greeted by your face at the door. So put up your sails and brace for the winds, 'cause it might be. 再来回到 Grand Village 的湖边餐厅晚餐喽。第5天的行程是从黄石到大提顿国家公园的杰克逊湖、大提顿峰、珍妮湖及塔加湖，再往南到杰克逊小镇，最后在 Pocatello 住1晚。现在是要往大提顿公园的路上，然后这旁边的就是路易斯湖。1988年，黄石公园南区曾因闪电击中枯木而引发森林大火，所以呢，沿路有很多的枯木。可是也因为大火高温某些松树才能够繁殖生长，还有野生动物在大火中也懂得避难。因此，天然的森林大火也被视为是生态平衡的一种方式。从北口进入大提顿国家公园，会先来到杰克逊湖，后方就是绵延40英里的提顿山脉。虽然2个是邻居但是黄石公园的景观跟这里很不一样。进入大提顿公园，整个湖光山色，宁静美丽。拥有高耸入云的山峰跟终年积雪的山顶，以及世界上最著名的野生动物生态系统。难怪大文豪海明威曾说，这里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接下来要来排队搭船游珍妮湖，船票在排队时买就可以了。Jenny Lake 是大提顿国家公园游客最多的地区，在这里可以从东岸游客中心这边搭船，沿途欣赏湖光山色，然后西岸码头下船，爬一点山路到知名的灵感点，俯瞰整个 Jenny Lake 以及 Jackson Hole 山谷。
下船沿着步道往上走，大约 1.5 公里，爬升180公尺，沿路都是缓上坡。途中经过美丽的木桥、湍急的溪水，还有传说中100英尺高的隐藏瀑布。上坡时夹杂着细绵的水雾沿路又都有美景可以看。虽然是在爬山，还是会觉得心情好。在这里可以欣赏到 Jenny Lake 跟 Jackson Hole Valley 的景色。往西边看，美丽的大停顿山峰还在身边。如果想在大提顿国家公园寻找比较轻松的健走行程， Taggart Lake 步道就是最佳的选择。这条来回 3.3 英里、爬升300英尺的步道，非常适合全家一起步行。步道的终点是塔加湖的东南岸，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中提顿山、大提顿山跟欧文山的壮丽景色。塔加湖也是一个高山湖泊，海拔约2100公尺最深呢有到24公尺。听说傍晚的时候整个提顿山脉映射在清澈的湖中，非常的漂亮。然后这里虽然没有禁止游泳，但据说夏天水温也只有16度 C 接下来就要离开大提顿，前往邻近的 Jackson Hole 小镇。Jackson Hole 是美国著名西部牛仔小镇，镇上有许多滑雪场，也是户外运动的天堂美国很多欧亚郎都会来这里度假，同时它也是美国第3大艺术品交易地，以及全球央行年会的举办地。Jackson Hole 的街道及商店外观充满了老西部的风情。先来商店逛逛，商店里面贩售很多运动用品跟当地才有的纪念品。然后商店的对面是鹿角公园，公园4个角落的门是由数千只野生鹿角搭建而成。因为每年冬天，大批麋鹿会来到小镇过冬，走的时候就会留下许多自然脱落的鹿角。当地人就把鹿角收集起来，设计成了鹿角拱门，拱门便成为杰克逊小镇的独特标志。最后来这家 Cowboy Cafe 吃点东西，喝个咖啡，室内气氛很好，店员超 nice 的。他们还有卖纪念商品跟现烘焙的咖啡豆，整个咖啡店超香。下次如果有机会再来，肯定要在这个迷人的小镇上住一晚。接下来就要从 Jackson Hole 开车到今天晚上的家 Pocatello 的万丰酒店。为了方便从盐湖城机场搭飞机到下一个目的地奥兰多，今晚选择住宿路程终点 Pocatello 的万丰酒店。Check in 后就在旅馆附近的餐酒馆吃晚餐。餐厅的环境、服务跟气氛都很好，附赠的面包也很好吃，价格不算太贵重点这应该是来美国这几天最美味的一餐。它牛排超级好吃。吃完晚餐要回饭店休息咯。最后欣赏一下 Pocatello 美丽的夜景。超宁静的地区，重点是这里有 WiFi 了。第6天要从 Pocatello 开车到盐湖城机场，搭飞机到奥兰多迪士尼乐园区。今天早上饭店有提供欧陆早餐，原本以为餐点会很随便，没想到比起 Grand Village 每个人20美元的收费早餐还要好吃，还可以自制松饼，饮料种类也很多， CP 值超高。早餐后大概开2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盐湖城机场，然后顺着指标来还车，还车非常方便
拿好行李后，直接把车钥匙留在车上就可以离开了，然后再经由连通道进入机场，搭乘国内的班机到奥兰多，继续我们下一段旅程。那我们黄石大提顿自由行的介绍就到这边，所有相关资讯请参考影片下方连结。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订阅、开启小铃铛、按赞并分享哦，谢谢。